科学家说，每个男人体内都有一颗核桃大小的定时炸弹，年轻时他安安静静，你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可一旦过了50岁，它就开始膨胀，开始捣乱，开始让你半夜起来跑厕所。到了60岁以后，超过一半的男性都会被它折磨。到了80岁，这个比例飙升到 90%， 它就是摄护腺，也叫前列腺，一个藏在膀胱底下，把尿道团团包住的小腺体。你可能会想，不就是起夜上厕所吗？有什么大不了？可你知道吗？2019年全球泌尿学会统计过一个数据，摄护腺问题导致的生活品质下降和中度糖尿病对人的折磨程度几乎一样。尿频、尿急、尿不干净，夜里起来3、4次，白天坐立不安，严重的甚至完全尿不出来，必须插管。而更可怕的是，摄护腺癌如今已经是全球男性第2大常见癌症，仅次于肺癌。光是2020年，全球就新增了超过140万例摄护腺癌病例。所以你说这颗核桃重不重要？可问题是，绝大多数男性对它的了解几乎等于0。我们从小到大，学校没教过，爸爸没提过，朋友之间更不会聊。等到60岁以后，症状找上门，才慌慌张张跑去看医生。医生说已经增生了，已经发炎了，甚至已经有异常指数了。这时候你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保养？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告诉每一位60岁以上的男性长辈，以及所有关心爸爸和爷爷的家人们，3个每天都能做到的简单习惯。不需要吃药，不需要花大钱，只要坚持，就能让这颗核桃乖乖听话。而且我保证，这3个习惯背后的科学原理会让你大吃一惊。在讲习惯之前，我们得先搞懂一件事，摄护腺为什么会出问题？这就要从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真相说起。你以为年纪大了，男性荷尔蒙下降，摄护腺应该萎缩才对吧？错了，完全相反。问题不在于异固酮本身，而在于一个叫做2氢异固酮的东西，英文缩写叫 DHT。你的身体里有一种酶叫做5阿尔法还原酶，它会把异固酮转化成 DHT。年轻时这个过程很平衡，可随着年龄增长，这种酶的活性反而上升了。也就是说，虽然你的异固酮在下降，但转化成 DHT 的效率却在提高。DHT 和摄护腺细胞上的受体结合之后，就会不断刺激细胞增生，让摄护腺越长越大，越长越肿，最后把尿道挤得像被踩扁的水管一样。更要命的是，60岁以后，身体的慢性发炎指数也在悄悄上升。科学家管这叫炎性衰老。你的免疫系统开始变得神经兮兮，没有敌人也要开火，摄护腺就成了这种无差别攻击的重灾区。发炎让组织水肿，水肿让尿道更窄，更窄让排尿更困难，排尿困难又让残尿增多，引发更多感染和发炎，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你看，摄护腺问题的根源有2个魔王，一个是 DHT 驱动的细胞增生，一个是慢性发炎带来的组织损伤。搞清楚这2个机制以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3个习惯，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它们有效，因为每一个都精准地针对这2个魔王开火。好，第一个习惯来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免费的药物，每天只要服用1次，就能同时降低 DHT 水平，减少慢性发炎，还能让你晚上少跑2趟厕所，你信不信？你一定觉得我在吹牛，可事实上，这个药物就是走路。没错，就是走路。每天走路30到40分钟，速度不用快，比散步稍微快一点就行，让你的心跳微微加速，额头微微出汗，但还能和旁边的人正常说话。这种强度在运动科学里叫做中等强度有氧运动。2018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了一项追踪超过5万名男性长达20年的研究，结果发现，每周进行至少3小时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男性，摄护腺出现严重增生症状的风险降低了 25% 左右。而更让人惊讶的是，运动组的夜间排尿次数平均减少了将近1次。你别小看这1次，对一个70岁每晚要起来4、5次的老人家来说，少起来1次意味着多睡将近1个半小时的完整睡眠。为什么走路这么有效？
科学家发现了至少3条通路。第一，中等强度运动能降低体内胰岛素抗性。胰岛素抗性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你的细胞对胰岛素越来越不敏感，身体只好分泌更多胰岛素来维持血糖。可问题是，过多的胰岛素会刺激一种叫做类胰岛素生长因子的东西，这个因子会直接促进攝護腺细胞疯狂增长，所以走路降低胰岛素抗性，就等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攝護腺增生的燃料供应。第二，走路能显著降低体内的硒反应蛋白和白介素6等发炎指标。2021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很精彩的实验，他们让一组65岁以上的攝護腺增生患者每天快走35分钟，持续1-2周。结果发现，运动组的发炎指标比对照组降低了将近 30%， 而且攝護腺症状评分也明显改善。第三，也是最有趣的一点，走路能改善骨盆底的血液循环。你的攝護腺就坐在骨盆底肌肉群的正上方，长期久坐会让这个区域的血流变得像堵车的高速公路一样，血液流不动，代谢废物堆积，发炎加剧。而走路的过程中，骨盆底的肌肉群会有节律的收缩和放松，就像帮攝護腺做了一场温柔的按摩，让血液重新流通起来。所以你看，就这么简单，每天出门走30到40分钟，不需要跑步，不需要举铁，不需要去健身房，清晨走、傍晚走、饭后走都行。如果膝盖不好，可以选择平坦的路面，穿一双有缓冲的运动鞋。如果天气不好，在家里客厅来回走也可以，开着电视看新闻走都行。但有一点特别重要，要持续，不是今天走明天不走，而是每天都走。像吃饭一样，哈佛那个研究里特别提到，运动的保护效果和持续时间成正比，断断续续的效果远不如每天坚持。好了，走路搞定了，接下来第2个习惯，这个习惯更简单，简单到你可能觉得我在开玩笑，那就是喝水，但不是乱喝，而是要在对的时间喝对的量。很多有攝護腺问题的长辈会陷入一个可怕的误区，因为怕频繁跑厕所，所以刻意少喝水，尤其是下午以后，几乎滴水不沾。他们觉得这样晚上就不用一直起来了，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可这恰恰是最糟糕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当你减少喝水，尿液就会变得越来越浓缩，浓缩的尿液里面充满了各种代谢废物和刺激性物质，它们经过膀胱和尿道时，就像用砂纸去摩擦一面墙一样，会刺激膀胱壁和攝護腺组织，引发更强烈的尿意和更频繁的收缩。也就是说，你以为少喝水能少跑厕所，结果反而让自己跑得更勤。2017年，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泌尿科团队做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临床试验。他们把120名有夜间频尿问题的60岁以上男性分成2组，一组按照传统观念晚上限制饮水，另一组则采用阶梯式饮水法。什么是阶梯式饮水法？就是早上和中午正常喝水，甚至可以比平时多喝一点，确保身体充分水合。然后从下午3、4点开始，逐步减少每次喝水的量，到晚餐后只小口小口的润喉就好。睡前2小时尽量不再大量饮水。8周后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惊讶，限水组的夜间排尿次数几乎没有改善，而阶梯式饮水组的夜间排尿次数平均减少了将近2次。不仅如此，阶梯式饮水组的尿路感染发生率也显著降低。原理是什么？早上和中午大量喝水，让身体在白天就把代谢废物充分排掉，到了晚上，膀胱里剩下的尿液就比较稀，刺激性小，膀胱不会被激怒而频繁收缩。同时，白天充足的水分还能冲刷尿道，减少细菌在攝護腺附近定居的机会。那到底一天要喝多少水？一般建议60岁以上男性每天摄取大约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包括汤和水果里的水分。但这不是铁律，要根据天气和活动量调整。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看你的尿液颜色。如果是淡黄色，像稀释过的柠檬水，那就刚好；如果是深黄色，像浓茶，那就是喝太少了；如果完全透明无色，那可能喝太多了，肾脏负担会增加。这里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小知识，咖啡和茶虽然也是液体，
但它们含有咖啡因。咖啡因是一种利尿剂，会让膀胱更加敏感。所以如果你有摄护腺问题，建议把咖啡和浓茶的摄取集中在早上、下午以后，尽量换成白开水或淡茶。酒精就更不用说了，它不仅利尿，还会让摄护腺充血水肿，直接加重症状。所以那些每天晚餐要来2杯的长辈，如果你夜里老是跑厕所，先试试把酒戒了，效果可能比吃药还快。好了，第一个习惯管腿，每天走路；第二个习惯管嘴，聪明喝水。现在来到第三个习惯，这个习惯管的是盘子里的东西，也就是你每天吃什么。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摄护腺癌发病率比亚洲国家高出好几倍？美国男性一生中被诊断出摄护腺癌的几率大约是1/6，而在日本和韩国，这个比例要低得多。可奇怪的是，当亚洲男性移民到美国以后，他们的摄护腺癌风险会在1到2代人之内迅速攀升到接近美国本地人的水平。基因没变，变的是什么？饮食。2014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欧尼许博士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他找来93名早期摄护腺癌患者，随机分成2组，一组不做任何治疗，只是观察，另一组也不做治疗，但要求他们彻底改变饮食，改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模式，大量蔬菜水果、全谷物和豆类，减少红肉和加工食品。2年后的结果让医学界震动，饮食改变组的摄护腺特异性抗原指数，也就是 PSA 平均下降了 4% 左右，而对照组的 PSA 反而上升了 6%。更惊人的是，当研究者把2组患者的血清分别滴到培养皿里的摄护腺癌细胞上时，饮食改变组的血清对癌细胞的抑制能力是对照组的将近8倍。8倍，你没看错，仅仅是改变吃的东西，你的血液就变成了摄护腺癌细胞的天敌。那具体要怎么吃？我把最核心的部分浓缩成一句话：每天确保吃到3种颜色的蔬果，加上一份豆制品。听起来很简单，对吧？可这里面每一样都有深刻的科学道理。先说番茄，番茄里面有一种叫做茄红素的物质，它是目前已知对摄护腺最友好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2015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追踪了将近2万名男性，长达11年，发现每周吃10份以上番茄制品的男性，摄护腺癌风险降低了约 18%。而且茄红素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它煮熟以后比生吃更容易被身体吸收，所以番茄炒蛋、番茄牛肉汤，甚至是番茄酱都比生吃番茄沙拉更有效。加一点油脂一起烹调效果更好，因为茄红素是脂溶性的。再说十字花科蔬菜，就是花椰菜、白花菜、高丽菜、青江菜这一类，这些蔬菜里面含有一种叫做萝卜硫素的化合物。2016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发现，萝卜硫素能够启动人体细胞里的一条叫做 NRF2 的抗氧化通路。简单说，就是帮你的细胞开启防护罩，保护摄护腺组织免受氧化损伤和慢性发炎的侵蚀。而且，萝卜硫素还被发现能抑制摄护腺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虽然这方面的人体研究还在进行中，但动物实验和细胞实验的结果已经非常令人振奋。然后是豆制品，这是亚洲饮食的王牌武器。豆腐、豆浆、味噌、纳豆，这些食物里面富含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的分子结构长得很像雌激素，但它的效力比真正的雌激素弱得多。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占据摄护腺细胞上的部分雌激素受体，产生温和的平衡作用，减缓 DHT 对摄护腺的过度刺激。2018年，一项涵盖30多个研究的统合分析发现，大豆异黄酮摄取量较高的男性，摄护腺癌风险降低了大约 30%， 而且这种保护效果在亚洲人群中特别明显。可能正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有吃豆制品的传统，让身体的肠道菌群更善于代谢大豆异黄酮。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和韩国的摄护腺癌发病率这么低，不是基因的魔法，是餐桌上的智慧。一碗味噌汤，一盘凉拌豆腐，一碟番茄炒蛋，一份清炒花椰菜，这些你我再熟悉不过的家常菜，竟然就是守护摄护腺的黄金组合。
反过来，什么食物要少吃？红肉和加工肉品牌第一，牛排、香肠、火腿、培根，这些食物在高温烹调时会产生大量的杂环胺和多环芳烃，这些都是已知的致癌物质，对摄护腺的伤害尤为显著。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加工肉品列为1级致癌物，红肉列为2A 级致癌物，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是全球800多项研究总结出来的结论。当然，我不是说完全不能吃肉，而是建议每周红肉不超过3到4份，每份大约手掌心大小，烹调方式尽量选择炖煮，而非高温油炸烧烤。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高脂肪乳制品、全脂牛奶、奶油、起司，这些东西里面的饱和脂肪和某些生长因子可能会刺激摄护腺细胞增殖。2012年，哈佛大学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每天摄取大量全脂乳制品的男性，摄护腺癌的致命风险增加了不少。所以，如果你喜欢喝牛奶，可以考虑换成低脂或脱脂的，或者干脆用豆浆替代，一举两得。好了，3个习惯讲完了，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第一，每天走路30到40分钟，降低胰岛素抗性和慢性发炎，改善骨盆底血液循环。第二，采用阶梯式饮水法，早上、中午充分喝水，下午逐步减量，睡前2小时少喝，让膀胱安静下来。第三，每天吃3种颜色的蔬果加1份豆制品，用番茄的茄红素、十字花科的萝卜硫素、大豆的异黄酮，构建摄护腺的天然防护网。你可能会问，就这3个习惯真的管用吗？我想给你讲一个真实案例的启发。2020年，澳洲墨尔本大学发表了一项为期5年的追踪研究，对象是400多名60到75岁的摄护腺增生患者。研究者把他们分成3组，第一组只接受药物治疗，第二组只改变生活方式，包括运动、饮食和饮水习惯，第三组药物加生活方式双管齐下。5年后的结果非常有意思，单纯生活方式组的症状改善程度竟然和单纯药物组不相上下，而双管齐下组的效果最好，症状改善几乎是其他2组的 1.5 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的摄护腺问题还不严重，光靠生活方式的改变，效果可以媲美吃药。而如果你已经在吃药了，加上这些习惯，药效会被放大将近1半。无论哪种情况，这3个习惯都不会让你失望。最后，我想说一段心里话。我知道，对很多男性长辈来说，摄护腺问题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他们宁可半夜默默跑厕所5、6趟，也不愿意跟家人说一声。他们觉得这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忍忍就好。可你知道吗？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长期的排尿困难可能导致膀胱功能永久性损伤。而忽视摄护腺的异常信号，更可能错过早期发现癌症的最佳时机。60岁不是衰老的开始，而是人生下半场的起跑线。你前半生为家庭打拼，为事业奋斗，现在是时候好好照顾自己了。每天走走路，聪明，喝喝水，吃点番茄豆腐、花椰菜，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难，难的是迈出第一步，难的是每天坚持。但想想看，如果这3个小习惯能让你晚上安安稳稳睡个好觉，早上精神饱满的出门散步，白天开开心心的和老伴吃一顿营养均衡的午餐，这不就是最好的日子吗？摄护腺不是你的敌人，它只是一个需要被好好对待的老朋友。你善待它，它就会善待你。而这3个习惯就是你每天写给它的情书。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或者你的家人有帮助，请分享给身边的男性长辈，也许他们不好意思自己去搜寻这些资讯，但如果你把这支影片传给他，他就会知道有人在乎他，有人希望他健康的多陪家人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